八宝阁。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和我可爱又美丽的曼曼，还有，等会儿，还有闻酒味就能倒，但是能凭着一张嘴，在酒桌上不留一个活口的卡皮巴拉，吃台南超级有名的素食餐厅八宝阁。素卤肉饭。也有大肠包小肠，也有，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没有特别。大肠包小肠，还真的大肠包小肠哎。八宝阁，强烈推荐，真的非常好吃，我们都全部都空盘了，然后还打包了2份，这是富贵要求打包的啊，他平时都不吃素的，他说不行，不要浪费我的打包，我回去吃。炒。朋友们，我们在这个素食餐厅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素食餐厅的鱼缸都是素的，里面都是甲鱼，这承包了我今天一天的笑点。仿卖的，不能说话吗？不能说话的那都是蒙古大夫，那都不会碰不到的，这人家都换手，哇，还换手，要给我诊断一下吗？我觉得气血比较不够，气血不足。对，气血不足。然后如果你如果气血不足，它没有办法滋润你的身体的话，你就容易有就是上次讲那些症状啊，就是摸起来是那样子。气血不足，那应该怎么补呢？补吗？没有，你要先，首先你要先滋润，就是吃药是滋润你的五脏，然后你这些就是痘痘啊，然后血啊什么，它才会，它有跑遍你全身的循环之后，它才会正常运作。就是我们上次提到那些症状，就是病症不要讲，就是那些症状它才有可能被滋润之后干净了，它才不会有毒素累积。所以那个所谓的体内的东西，其实你要用医美，它其实只是治标不治本。好吃，我这几天跟着瑞克哥哥跟着卡哥和曼曼吃了很多特别好吃的素食餐厅啊，然后让我对这个吃素食有了新的认识。我先来介绍一下曼曼，这是从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吃素食的小姐姐，然后卡哥，请往这边来，帅气，我是帅气的卡哥啊，是为爱，开始吃素的卡哥，和曼曼认识以后才变得开始吃素。我前几天我就在想说，怎么这么厉害？这个吃素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心啊，但是呢，这几天吃了几天素以后，我发现其实说句实话，在台湾吃素并不是很难。
其实台湾其实素食就是要找厉害的素食餐厅，其实也是到处都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其实我们亚洲邻近很多国家，我们也常出国，就是找起来其实也都算方便，就是像越南啊、泰国啊、马来西亚也都方便，就是台湾还是最方便的。对，所以吃起来其实没有什么违和感，就是你包含就是说它的香肠。就是很多外国人来台湾吃台湾香肠，台湾的素食的香肠其实吃不出来是素食的，是吃不出来。然后甚至是它的汉堡排，它可能用猴头菇也能够做出那种汉堡就是肉排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说可以去就是说把以前的可能成见去丢掉，还蛮好玩的一件事情。蛮多好吃。那曼曼和卡哥经常出国玩，对于饮食方面，您觉得哪个国家是最方便、最容易吃到素食，或者哪个国家会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真的是太难了。像我们去越南或者是去泰国、马来西亚，其实都还蛮好找素食餐厅，就是你只要在 Google Map 上面打一下，它其实周边就很多都会有。对，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名应该是越南最简单，然后再来是泰国、马来西亚，然后如果是最难，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觉得应该就是韩国，韩国基本上没有这个选项。韩国还是吃肉比较凶，对，韩国就是烤肉啊什么的为主。对。然后我之前对于素食的印象，就吃素的人的印象都是面黄肌瘦。看看我们曼曼，胖嘟嘟的哦，健康红润有没有？对，因为我觉得在台湾能吃到的素食和我印象当中的素食是不一样，因为尤其在美国，你吃素都是吃草嘛，要不然就是豆腐，然后吃的都是凉性的东西，都很凉。然后呢，在台湾我们像今天去吃的炒，还有那天去吃的八宝阁，还有还没有订上的祥和真的是很难订。它都是有各种的热菜，有热汤、热菜，都会有锅气在里面。就像任伟之前有尝试，就我好朋友任伟之前有尝试在美国吃素，他就吃到，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下，他就是吃到生理期不正常，就是因为他吃的东西都太凉了。慢慢还是中医大师哦，很厉害，还给我把脉啊，就是专门学出来的中医，然后还会各种水晶。送给我了好几串，都可漂亮了。来展示一下我们的水晶，卡哥展示一下我们的，每个人都有可漂亮的水晶了。他们家的水晶都是自己做的，水晶手串都是自己做的，然后都能到摆摊的程度，开店的程度，一片。然后我有幸拿到了4串。然后我们这次这几天看台湾的素食餐厅啊，都预定的非常的满。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吃素比例这么高，是因为就是真的就是像曼曼这样完全就是吃素，从小就吃素呢，还是因为他的一些比如说环保啊，或者是健康着想来变成素食者？对，请卡哥来帮我们讲解一下。他喜欢数据，所以他的分析看的比较多。没有，就是台湾确实佛道教的人口占就是比较多的比例。然后像台湾跟越南，为什么素食比例这么高？其实是我们老一辈本来就有初一十五吃早斋，然后就是更多的人就是延伸过来，他就是全部都吃素。然后其实后来经过这个 COVID 之后，更多人吃素，确实也是因为就是那个健康的因素。就是说你就是吃素的话，它也有研究报告出来，就是说你吃素的话，抵抗力是比较好的。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先前是非常肥胖，可能100公斤不敢量。然后后来发现，然后去就是也去看西医啊，然后就是说要怎么样快速的就是像找回自己的健康，就是把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三高全部就是克服掉。后来发现说，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的那个饮食如果去改变的话，越快的能够让身体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确诊了以后，发现说哇，靠运动其实效率最低的。我是非常有时间，每个礼拜可能可以运动5、6天，每次3、4个小时我都没有问题。可是那个能够帮你的身体调整，包含重量啊等等，调整速度其实是太慢了。因为从饮食，就是你一天要吃几餐，那个方向下去着手的时候，其实我大概9个月的时间就把全部的满江红全部调整健康的数据。所以就因为吃素，对，就是对，所以就是
宗教是一个因素，然后后来包含就是说环保，包含自己的健康因素，然后其实台湾吃素也真的方便，也蛮美味的，所以就这样吃的，没有什么大问题，非常好。对，曼曼昨天还和他的好朋友去吃了素麻辣火锅，这也是我从来都不会想到，就是还有就这么多的品相，吃素的品相。卡哥就突然间不吃肉，会觉得就是身体缺乏蛋白质吗？其实是不会，蛋白质最好的来源其实就是黄豆。就是蛋白质最好的来源，其实研究报告里面其实是黄豆，它不会让你有太多额外的负担，比肉还要更好。素食其实最容易缺乏的东西，缺的是 omega 3。就很多人说吃鱼油啊，这个东西列缺，这个东西最容易缺乏。可是素食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从藻类，从绿藻、红藻去提炼出来的类似素的鱼，它其实可以补足这一块。亚麻籽亚麻籽或者是说橄榄油，就是我们就把用油都改成，就是说可以去补足这 omega 3这些，就营养素方面就是都 OK， 就不会有缺乏的问题。就不会缺乏，营养均衡就不会产。曼曼和卡哥是蛋奶素是吧？所以蛋奶素还没有到那么严格那么极致。曼曼吃素从妈妈肚子里吃素是因为宗教是吗？对，我妈他们就是有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家族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吃素。小时候有偷吃过肉吗？有想要尝试肉吗？有被那个家里面隔壁邻居害过。读1年级的时候，就是福利社不是都会卖肉包嘛，然后我们就把肉包那个皮拔开，然后把肉丢掉吃皮。吃皮，那样也不行是吗？不行。有一点沾一点点肉的，对，锅边我们都不会吃。我有想要尝试，我那个就不算素食了，就是我想要尝试不吃肉，因为我的血型呢是比较适合吃素的，但是我觉得让我完全吃素的话，可能还做不到，因为我觉得海鲜对我来说是不能少的，所以我可能希望以后能尝试。先从1个星期1天完全吃素，然后慢慢的每周一，对，台湾也都是每周一，很多就是餐厅都会打折，就是鼓励大家吃环保素。所以台湾每周一吃素是为了环保。这个境界都已经到了环保了吗？这个吃素的境界。先前一件很好玩，我那时候在国泰医院嘛，不是确诊，就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全部都来，然后睡眠等等各种问题。然后后来医生就说你这个没办法了，你知道一辈子就要跟这些药物为伍。后来其实调整了饮食以后，我大概就是因为我们3个月回诊一次，大概第3次回去，医生说你的数据为什么是这样？你是不是去看了其他的医生？这个不是我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不会是我的药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后来就是说，其实我是整个饮食做了一个调整。我觉得那天卡哥说了一句话让我还蛮震撼的，就是你看所有的数据，就所有蔬菜的数据，它都是对你身体好的，基本上没有说是对身体不好的。你不管是对高血压还是对于血脂或者任何，它都是有好处的。但是肉它就是很多数据它就是正反比例是相等的，不像蔬菜就基本上都是好的。好吧，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